睡美人的故事，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。但你有听过一个叫做睡美人症候群疾病吗？这个疾病是一种罕见的睡眠障碍，患者会出现严重嗜睡期与正常睡眠需求交替出现的状况，导致他持续数天或数周，每天睡眠时间甚至都会长达16到18小时哦。睡美人症候群又称为反复性多睡症，这个疾病的正式名称为克莱恩莱文症候群 （Klein-Levin Syndrome）， 简称为 KLS。被诊断患有 KLS 的人，一生中平均会发作20次。在发作时，患者会突然感到极度疲倦，有点像是被床吸引住，或是早上不愿起床的感觉。虽然有些患者仍然可以被叫醒，或自动醒来上厕所吃东西，但因为对于睡眠跟进食的需求非常强烈，所以在被唤醒阻止睡觉或被拒绝进食的情况下，容易有发怒及攻击性的行为，可能做出冒犯粗鲁的话。睡美人症候群不只像是字面上的形容，会让人想睡觉。患者在发作期间还可能出现行为及情绪的改变，例如暴饮暴食、性欲增加、现实感丧失、抑郁和焦虑等症状。讲到影响食欲，有3%的 KLS 患者会出现饮食行为改变，常见的症状是食欲过剩，而通常他们会倾向于食用任何呈现在他们面前的食物，可以说是看到什么就是什么，而且会特别想吃甜食，偶尔也会增加喝水及喝果汁的频率，将食物摄取量增加到一天6到8餐，体重则会增加3.2到13.6公斤。另外，也有将近一半的患者表现出与性欲增加有关的行为，尤其男性患者中更为频繁，包括增加或公然手淫、暴露身体、使用猥亵语言以及其他性骚扰行为。而同时，因为睡眠时间太长，大部分的患者都会有一种非现实感，觉得周围的环境似乎是错误的、扭曲的，或是不真实的，就像在梦里一样。也可以称之为思维断裂感。这种非现实感以及与环境的脱离感是非常持久的。患者会持续觉得现实世界好奇怪，我好像不属于这里，并伴随着分离感以及焦虑。那这种半梦半醒的不真实感也会让患者的性情变得孤僻冷漠、忧郁，尤其是女性患者，也因此大概有15%的 KLS 患者会有自杀的意念。KLS 是相当罕见的疾病，全球的罹患者不超过1000人。有趣的是虽然它称为睡美人症候群，但是男性的比例却高于女性，约占70%。同时它对青少年族群的影响比较大，因此它就会严重影响到患者的学业以及社交活动，而发病的频率也会随着年纪增大而减少。KLS 的病理机转目前仍然不明有些研究人员怀疑，有可能是因为调节睡眠的大脑下视丘产生功能障碍，又或者是因为与基因突变的遗传性有关。然而因为大多数 KLS 病例的发生都是在患者有类流感或者是感染疾病之后，于是也有研究推测 KLS 可能与疾病引发自体免疫反应的机制有关。虽然几率很低毕竟是罕见疾病嘛，不过以下4个问题还是可以协助你自我检测。第一，您是否有持续至少2天至3周的疲倦？第二，在估计嗜睡发作的期间，你每天的睡眠时间是否都长达16到18小时？第三，上面的这些症状每年至少发生有1到2次吗？第四，在症状发作的期间，你的行为和睡眠正常吗？那如果你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，那你就有可能患有睡美人症候群了。不过即使你患有 KLS，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
刚刚提到发病的频率会随着年纪增大而减少，而且大多数的病例呢都会在10到20年后自动消失。如果持续6年以上没有发作，就可以被认为已经痊愈了。所以呢，它也算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罕见疾病啊。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分享到这里，之后的节目我也会继续分享更多让你能够好好呼吸、睡个好觉的影片。那请有兴趣的朋友按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刘恩德医师，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